我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，过来吃点饭呗。哦，不了。谁呀？啊，合租的。哦，你吃这个菜，这是我从老家拿过来的。我刚才就说，咱就简单吃点就行了。你看你这有多难得呀！你好不容易，哎，干嘛去啊？这曲老师妈妈在这儿，你陪着多说说话啊。你是让我练琴还是陪你们说话？哎，你就，没事去吧啊。你说咱们大人在这儿说话，小孩在这儿待着多没意思呀。我出去一趟，你们慢吃。哎，这么晚了还出去啊？这小夏呀，命可苦了。我第一次刚见她的时候，拉着箱子连住的地方也没有。她来北京呀，是为了找老公孩子。老公不知道为什么就跑了，孩子也丢了。哦，你说多不幸啊！哎，真是，你说。您爱人啊？老伴儿，丢多久了？半年了。其实贴这个啊，我也没抱多大希望，但是这个呢，已经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了。您呢，找孩子呀？不有这么句话吗？没消息就是好消息，别着急，慢慢找，啊。谢谢。好了，都给我吧。谢谢你这么帮我。刚才我挺感动的，真没想到来北京这段时间，竟遇上好人了。我算不上什么好人，只是看你挺累的，帮忙而已。来北京都快2个月了，唉，这2个月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。你说，是不是所有的事情，只要咬咬牙就都能熬过去？也许吧。可是我现在真的熬不下去了，我正在和我老婆闹离婚。为什么？我和她结婚3年，她就一直在国外待了3年，我就跟没有老婆是一模一样。而且她这个人吧，还特别要强，别人说什么意见她都听不进去，也从来不会去在乎别人的感受。其实我觉得，2个人如果有问题的话，错肯定不会只在于一个人。这样说来，好像我也没有什么怪她的理由。所以前段时间你跟你妈妈闹别扭，也是因为这事儿吗？你觉得这个婚我该不该离？我只是个外人。没关系，你怎么想的就怎么说。这世界上有很多夫妻，有些夫妻虽然分隔两地，但是他们的心是在一起的。可有些夫妻虽然天天睡在一张床上，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对方心里在想什么，甚至连对方是什么样的人都不知道。我相信你老婆
应该还没有这么糟吧？当然，这只是我的想法。毕竟你是个艺术家嘛。那么艺术家是不是追求那个叫做精神恋爱的？有什么不一样的？老婆孩子热炕头，每个男人都一样。那不就完了吗？能坚持就坚持吧，两个人能在一起挺不容易的。喂，老板。小夏，咋不来上班啊？我这儿都忙得腾不开手了，快来吧，赶紧的啊！喂。嚯，饭都弄好了。那不然怎么着啊？你可真行啊你啊！说你喝酒你就喝吧，喝那么多干嘛？昨天跟人聊天，这一聊高兴就给忘了。哦，哎呦，高兴就往死里喝，第二天谁难受谁知道。行，跟你说醒醒酒吧。不就有人陪我聊天聊高兴了吗？你这一个礼拜又跟我说不上几句话，我一大伙人在家里待着不闷得慌。那怎么着？我现在陪你聊聊。去。我这周末没有课，带你去逛逛街吧。再说吧，赶紧上班去，一会儿迟到。吃了啊。开车慢点啊。哎，知道了。这孩子，哎呀，你又落什么东西了？啊？妈。啊？妈，您不用这么客气。你是落什么东西了？你看你东西我都没敢动，你自己去找还是我帮你找啊？妈，我这次来其实是想请你帮我一个忙。啊？我能帮你什么忙啊？妈，我跟曲和的事儿从头到尾你也都看见了，我承认这件事情上我也有错，所以我现在想弥补。我坦白说，我不想跟曲和离婚。崔瑶，我知道我们家曲和娶了你，那真是天大的福气。哎呀，你们俩离婚啊，我这心里比谁都难受。你说这曲和啊，他根本就不听我的，要听他早听了。妈，这件事我不会让您为难的。我爸应该跟您说了吧，他想让曲和公派去美国，那所音乐学院刚好和我是一个城市。只要曲和肯去，您相信我，我保证他一定会回心转意的。瑶瑶，去美国那当然感情好了，但是曲和你知道他倔呀，那孩子。再倔，他也是您的儿子，我的老公呀。妈，这件事儿只要您肯帮我，他一定会同意的。那你说，我能干啥？老板，哎呀，你可来了！谢谢你啊。我想了一下，这份工作我还是不能干了。谢谢，这钥匙还给你。为什么呀？洪总没跟你说啊？洪总介绍的那个人就是你呀！啊？多好啊！你就留下吧。不行，这份工作我真的不能干了。谢谢你。哎，别呀！你要是走了，洪总为难我怎么办？
再说了，你不是喜欢这份工作吗？你看我这儿接了几个大单，今天还有几个大包要发呢，快快！前劲儿。哎，307，跟你说话呢。哎，前面这儿。进来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又是你啊？又不想干了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想在这片找点工作，跟我一点关系没有，那可挺难的。你想好了，过这村就没这店了。谢谢你。谢我干嘛？车上的寻人启事是你贴的吧？好人好事儿呗。也谢谢你帮我介绍工作。工作你自己找的，跟我没关系。你说的对，你不欠我的。老公跑了，孩子丢了，是我自己的事儿，所以你不用这么帮我。你没事儿吧？发烧了没吃药啊？我这有，你先吃点。寻人启事我会给你广告费，找工作我会给你中介费。合着我就缺你这点钱？缺不缺是你的事儿，给不给是我的事儿。等我发了工资，我马上给你钱。哎，你等等，给钱是吧？不要白不要，你先付点中介费呗。再来个金针菇，上快点。你怎么了？怎么那么紧张啊？还抱着个包？啊？不会是请我吃饭没带钱吧？你点完了吗？点完了。哦，那我去结账了。哎，干嘛呢你？那么着急干嘛？你不会是想结完单扔我在这儿一个人吃吧？现在是上班时间，老周一个人在店里不合适。我们每天吃午饭只有15分钟，一个盒饭的时间。让他等着，我吃饭不重要啊？就老周在这儿也得等我把饭吃完才能走。没事，你先吃，坐着。哎，这不合适。坐着。这人真有意思，请人吃饭就不能踏踏实实的，怎么那么别别扭扭的呢？老是心神不宁的，怎么了你？说你呢？明白。看什么呢？啊？怎么了？哎哎！你要跑单，你给我等着，小白。怎么着？搞音乐的还不抽烟呢？抽什么烟呀？不许抽烟！你在干什么啊？你们也是，小小年纪学什么不好，学什么抽烟啊？谁呀？你妈呀？我不认识他。你现在应该在上课，你这么出来，你妈知道吗？某人要是不告密，我妈就不会知道。别理他，咱走。跟我回学校上课去。不回去。跟我回去，走。你又不是我妈，我不用你管。走。今天你的事儿我管定了，站宝，你的事儿我管定了，你给我回去，你给我回学校，你给我回学校去。哎，翟宝，你还是跟你妈走吧，我们先走了啊。哎，你们等会儿我。你好，先生，请问您还有什么需要吗？胃药。啊？
谢谢。你想跟我妈就告吧，反正我妈不敢打我。你真觉得你妈是不敢呀？家宝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你不就是想说我妈都是为了我好，我要听话，要感恩戴德，要不然就太对不起我爸我妈了。你烦不烦呀？这道理你都明白，那你为什么就一点都不心疼你妈呢？你先问问她有没有心疼过我吧。来北京是我想来的嘛，音乐学院是我想考的嘛，我在老家学上的好好的，是她非逼着我来的，吃苦受罪她愿意，跟我没关系。那大提琴也是她逼你学的呀。家宝，你也不是小孩了，也该学会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了。可能你爸妈对你的期待到你这儿就变成了压力。可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有压力的，谁都不可能做事情如自己的愿，不付出就能得到回报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你爸妈就是普通老百姓，他们只是在尽自己的全力帮助你成为更好的人，他们没有错，你应该感谢他们才对。可是我真的很不喜欢北京。那回老家你就会比现在开心啊，没准你们老家的小朋友还羡慕你能生活在北京呢。哎呀，想点开心的事儿吧。你想想，你能有自己的爱好，我都没有自己的爱好，我可羡慕你了。其实每次看见你特别投入的拉琴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呀，家宝真帅，帅极了。我是喜欢大提琴，可是我不喜欢我妈逼着我学琴。那这事儿你跟你妈说过吗？我从来没见过你跟她沟通，你什么都不说，你妈心里怎么会知道？行啊，夏白露，真敢逃单啊！走着瞧。其实我来了北京以后才发现，自己是这么的微不足道。我相信，你的妈妈跟我会有一样的感觉。每天一睁眼，就要算计着房租、饭钱、交通费，还要想着如何让你吃得好、睡得好。如何给你找更好的音乐老师？其实你妈心里肯定比我还慌，只是她那个人表面嘻嘻哈哈的，不被我们大家发现而已。你想想，你妈多不容易呀！你作为一个男子汉，你应该替你妈分担一点才对。你的意思是让我去打工？打工？谁会收你这样的小童工呀？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安心学习，好好上课。不过你得明白。你不是为别人学的，是为你自己。你看大街上，有人开车，有人打车，有人挤公交，有人挤地铁，这是为什么？不久的将来，你就会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。将来想要过上什么样的生活，全看你现在够不够努力。可是我都把老师惹生气了，他不愿意再教我。啊？那就跟他道歉啊，让他继续教你啊。哎，算了吧，多丢人啊！做了错事当然要说对不起了，有什么可丢人的？走，我陪你去。走吧。哎呀，你快点儿，别自由散漫了。曲和，夏白露，曲老师、小夏阿姨，你们俩认识啊？曲老师，他
他就是你的老师？嗯。这么大个琴房，就家宝一个人练琴，真是浪费。这样是为了营造好的演奏环境。有时候，演奏者的心情会直接影响到演奏效果。你听，我觉得家宝现在的心境平和多了。其实这孩子天资挺不错的。你看见他，是不是就像看见自己小时候一样？你那是电视剧里的台词好不好？我是觉得，这么好一个苗子，要是因为没有引导而对大提琴产生了逆反心理，挺可惜的。你知道吗？上次他来的时候，为了不练琴，故意割断了琴弓。所以你就生气地把他赶出去了？也不全是，是因为那天我约了崔瑶来办离婚手续。可是他没来。哦，崔瑶就是我老婆。哦，那现在还是要办离婚吗？说实话，那天被你那么一说，我也有些犹豫了。真的？你那么高兴干什么？万一我俩这次没有离成，以后再出什么问题，你负责啊？你上回不是说不用我负责，所以我才说那些话的呀？开玩笑，我自己做的决定当然自己负责。我决定赌一把，在我下不了决定的时候，我喜欢跟自己打赌。赌什么？不错，我先不告诉你。老周，下班路呢？不是跟您吃饭去了吗？你看我这儿都忙成这样了，都不敢催他。合着不是啊？不是，吃完饭我让他出去办点事儿，这还没回来呢。你自己看吧，这哪有人啊？急什么呀？他没在的时候，你一人不卖货吗？回来让找我去。别扣他工钱，半年工钱我出。哎，知道了。又来了。忙着呢。这人是你招的还是我招的？帮你办事。呸！哎，老郑，你说你们家小夏跟红忠是什么关系啊？怎么都三天两头的往这儿跑啊？你可真逗！你跟他那么熟，还来问我，我还想问你呢，害得我整天提心吊胆。不过啊，看在小夏能干活的份上，我忍了。不忍，你又能怎么样啊？小白鹿，有本事你明天也别来。我还不信我治不了你了。我们回来啦！去哪儿了？怎么不上学？为了你这个借读名额，我托了多少关系，花了多少钱，你知不知道？啊！哎，杜姐，你知不知道？杜姐有话好好说。为什么不上学？快认错呀！妈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家宝知道错了，他说以后一定会好好练琴的。我们刚才也去给曲老师认了错，曲老师说了，以后还是继续给家宝补习，你就放心吧。你不是有话要跟你妈妈说吗？来，坐下好好说。
真的吗？问你呢，小夏阿姨说的是真的吗？妈，以后你能不能每天别送我上学接我放学？我都16了，同学看着该笑话我了。我保证不逃课，上完课准时去练琴。你能别老像盯着犯人一样盯着我？我怎么是看犯人呢？你要是能做到像你刚才说的那样，我跟你干嘛呀？我不是为你好才那样吗？姐，家宝也这么大了，也应该有一点自己的空间。你这样一天24小时盯着他，他压力可大了。其实曲老师说了有句话特别对，做所有的事儿，喜欢比技巧更重要。那如果压力太大，那喜欢也会变成不喜欢，是不是家宝啊？我不也是为他好吗？哎，我知道你是为他好，我们都能理解。但是你总这么逼他，把他逼垮了怎么办呀？好吧，我答应你以后不跟了。不过，你也得答应我，一定要好好练琴，行不行？妈，如果我要是很努力的，最后还是没考上怎么办？行，你要是真的努力了，你就是考不上，妈也认了。姐，还没睡呢。今天的事儿，谢谢你。跟我有什么好客气的？那天我在气头上话说重了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。我这脾气你也知道，话比脑袋快，千万别跟我计较。那事儿我早都忘了。那天你也是话赶话，对吧？反正你就当我是神经病。这事儿咱翻篇了，早翻篇了。行，喝点汤歇会儿啊。谢谢你的汤。不用。哎，对了，差点忘了，这是给家宝买的鞋，让他赶紧试试。要是不合适的话，我就拿去换。哎呦，这怎么行啊？你才刚挣几个钱，给他买鞋，你拿回去给人家退了啊！哎呀，家宝的鞋都断底儿了，我那天正好顺路经过鞋店，就给他买了一双，打折的，可便宜了。还是你心细。那行吧，回头把钱给你，你看看我这个当妈的都没看到。我对家宝好，那不是应该的吗？你主要是太忙了，顾不上了。夏夏，家宝今天能跟我说这样的话，我这心里挺高兴的，真的。长这么大，他没说过一次。我一个人带着他在北京，我就怕他受一点点委屈，有半点差错。因为我就这一个儿子，你能理解吗？你放心，家宝是个好孩子，错不了。我知道。回去休息吧。这条裙子我们这儿走的特别好，今天早上就已经卖出60多件了，有黄色和红色，你要不要来几件试试？你看有弹性的，穿着很舒服。行，怎么样？我买买试试。那每个颜色各来20件。来10件吧。小夏，这得重新填一下。不好意思啊，怎么了？省市街道填到格子里边，懂吗？填规矩点。这能看懂就行了，不用那么严格吧？运货我说了算，填规矩了。行，那我一会儿就填。哎，姑奶奶，我还有一堆货等发货呢，没时间在这磨叽。我这还有客人呢。行，那你卖，别发货。哎，你，哎，干嘛呀？你这是？我现在填还。给我个凳子呀！随便坐。凳子。哎呀，乌云在头上，幻如我心跳中。哎，你这字写的不怎么样啊，连笔连的谁看得懂啊？重写。洪忠，你是不是来找茬的？我哪儿又得罪你了？谁说你得罪我？
谁说要请我吃饭，把我搬到扔到饭店就跑了？饭钱早晚跟你算。那天不好意思，那天我真有急事儿。那天有急事儿，昨天呢？前天呢？大前天呢？大前天呢？这都几天了，你怎么不找我说一声啊？对不起，我忙忘了。哦，你忙啊？行。哎，对不起。赶紧啊！我也忙，没空等着你，快点。哎，小姐，快点，我赶时间呢。待会儿，没看人忙着吗？哎，小姐。浮云在头上，乱入我心，乔装改扮，往我东行，灵通会。看这样行不行？哎呀，你别唱了，你越唱我越急。大雁听过我的歌，小河亲过我的脸，山上的花开花又落。小样儿，知道桃花季月开了吧？我谁？我钟哥，看你以后还敢放我们鸽子？买回来了，姐吃饭去，你先去吃吧啊。行，我走了，好。怎么，老周还没有回来啊？哦，那你去吃饭吧，我帮你看着。不用了，估计他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哎呀，你去吃饭去吧，他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呢。瞧你这眼都绿了。那行，谢谢你啊。我去门口吃碗面，尽快就回来。谢谢了，去吧去吧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人呢？哟，知道我今儿胃口好，还给我带吃的来了。不是给你，下边路呢？不知道。哎，这大白天的，他把店就这么放着，自己不看啊？我说你是担心你的店没留住你的人呢，还是你的人没给你看住你的店呀？我这份你吃。等等，拿走。你喂狗呢，我不稀罕。老板，这衣服怎么卖的？哎呀，50块钱一件，管挑管减。这也50啊？这儿都50。哟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能了。佩姐，挂这儿的衣服呢？50一件，一共20件，1000块，你点点。挂板的衣服120到160一件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确实我也不知道，要不然你看看差多少，我给你补上，我用我自己的钱补上。算了，我自己想办法吧。你也是好意。那行，那我可走了啊。我走了啊。走吧，我送你，顺道。你都不知道我家在哪儿，怎么顺道？反正在北京呗。无聊。行，我无聊，自个儿挤公共汽车去吧。这孩子逐渐不学好了，满嘴都是谎话。下面播报一条寻人启事：贺彤彤，男，5岁半，
临走时穿着一件橘黄色的上衣，手里拿着一只猴子。如有发现者，请速与我台联系。来，睡觉吧。爸爸，咱们什么时候去找妈妈呀？过一段时间。爸爸，我想妈妈了。我知道了，赶紧睡觉。来。喂，你是妈妈吗？你想给你妈打电话？我想妈妈了。哎，怎么了？没怎么。没怎么，怎么不理我呀？啊？中午吃恶心的不行啊！嗨，我以为什么事儿呢？咱南城一姐有那么小心眼吗？你少给我戴高帽。红中，我问你，那个夏白露是不是就是上次你说的丢孩子的那个？啊？怎么了？我淼说你喜欢他，是不是真的？那小丫头片子的话你也信了？我喜欢她，我有病啊！你没病，你没病，你天天往他那儿跑，你还给他送饭。我说过了吗？她丢了孩子，多少跟我有点关系。人现在那么惨，咱至于那么小心眼跟她置气啊？我小心眼儿，你还护上他了是不是啊？哎，我说你每次想到他，你那小心肝是不是就砰砰的直跳啊？我小心肝不跳，我不见阎王了呀！哎，你今儿火气怎么那么大呀？我心烦不行啊！哎，是不是为后面那男的盯你半天了，对你有意思啊？让我给你收拾收拾。红中，你混蛋！看一看，瞅着呢，一看就衣冠禽兽的样，配你特合适。配衣冠禽兽，你才配小绵羊是吗？吃枪药了吧你今儿你？怎么着你都不合适啊？红中，你有当我是一个女人吗？你本来就是一个女人。你存心的是不是？行，咱不闹了。我今儿心情本来不好了，你这解闷儿来了，你怎么着你比我还不生气？解闷儿，我就是给你解闷儿的。红中，你给我多少钱呀？我给你解闷儿。行，咱不闹了行吗？咱俩交情谈钱多伤感情。别给我提感情。预备，快，趁热吃了，一会儿就凉了。但是我今天啊，突然想吃包子了。好说呀，明儿我给你买包子。陆叔，还是在等明儿啊？你看我糊涂的，今儿中午就给你买包子，你在摊上等着我，回头我给你送去。你说呀，这每次老是麻烦你，我也不太好意思。要不然我今儿自个儿去。呀，你跟我客气什么呀？这都不是事儿，我这就给你买去。哎，对了，吃什么馅儿？韭菜的。得嘞，放心吧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没事吧？小静，姐，这咱们新上的衣服，看，挂起来吧。挂着。那，哟。你也真是的，怎么能把店交给别人呢？这是最基本的。你以前不是干过吗？怎么能犯这种低级错误呢？对不起，老板，以前
我在商场干的时候，大家都是互相帮助的，我没想到这儿是这样。这儿和商场能一样吗？同行是冤家，你不知道吗？你自个儿亏的钱，从你工资里扣啊。哟，这一大早就有人要找冤家呀。老周，昨儿的事儿是我不对，没给你帮好忙。你要是有什么亏了的，你跟我说。你说咱们天天门对门的做生意，别留旧账。裴姐，这事儿不怨你，是小夏自己的问题。我罚他，是让他长个记性。才来几天啊，都旷工多少次了。小夏，下回你可得注意啊。嗯，我知道了。那行，周老板，那您忙啊。好好。